当下中共政局高度紧绷，人事更迭扑朔迷离，高层的每一个动态可能都带有表面轻描淡写，实则严防严控的含义。外界一直关注国防部长董军是否会参加5月30号开幕的新加坡香格里拉论坛。中共国防部29号终于给出了结论，但这个结论却引发更多的猜测。你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潇。5月29号，中共国防部表示，国防部长董军将缺席5月30号至6月1号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2届香格里拉论坛，也被称作亚洲防务峰会。这一宣布对早先《金融时报》预计董军将缺席的传闻做出了肯定的答复。中方将派出一个级别较低的学术代表团。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在记者会上表示，5月29日至6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加第22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并参访新加坡军地有关机构。但他没有透露与会人员的具体信息。至于国防部长董军为何不出席峰会，他没有给予说明。华尔街日报记者提问中方代表团是否计划在峰会期间与美国代表团进行双边会谈，张晓刚回答说，关于代表团和有关的双边活动，中方会适时发布消息。外界注意到，去年峰会期间，董军与时任美国国防部部长劳埃德·奥斯汀举行了双边会晤。有意思的是，张晓刚在回答中国媒体提问时，特别介绍了董军近日访问法国、德国，并出席联合国维和部长级会议的活动，似乎想以此说明，董军虽然不参加新加坡峰会，但仍在正常履职，并非传言中的出事了。董军作为中共国防部部长是个非常规的存在。在2023年中共军方腐败风波中，在连续2任国防部长魏凤和与李尚福先后落马后，当时身为海军司令员的董军于2023年底被任命为国防部长。随后2024年11月，中央军委委员苗华落马，董军受到牵连。同是海军上将的苗华一直被指是董军升迁的背后靠山。当时英国《金融时报》依据美国官员的消息透露，中共当局正对国防部长董军展开调查，但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否认有关董军接受调查的说法，可董军在重要的军方外事活动中不见人影。在之后的12月里，董军先后2次公开露面。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林和利指出，董军现身，客观的效果确实好像是辟谣，但这可能是习近平与其他军中派系角力的结果，让董军保有体面，但不代表他最终就安全了。前中共海军中校姚成在他的自媒体频道中表示，董军在苗华案调查中做出了不利于苗华的供词。事实上，中共20届军委前后已有李尚福和苗华2人出事，董军是否还有机会上位，引人关注。也有观点认为，董军可能连国防部部长职位也不会做很久。董军2023年底上位国防部长至今，仍未进入中共中央军委这一最高军事领导机构，这在中共体制中属于非常规安排。尽管中美双方在5月12号达成了一项关税停火90天协议，但两国关系仍然脆弱。最近又传出多则紧张消息，美国国务院突然无预警宣布大规模撤销中国留学生签证，特别强调针对2类留学人员进行审查，对与中共有联系的官二代、红二代、富二代以及学习某些特定学科的人进行审查。时政分析评论人张天亮认为，这是川普政府的美国版逐客令，目的是打击中共统战手段，断绝中共借留学方式渗透美国。此外，川普政府突然加速了与中共脱钩，
禁止向中共出口飞机软件、晶片设计 EDA 软件。纽约时报报道称，美国政府已禁止向中方出口关键的美国喷气发动机零件和技术。关税缓和之后的中美双边紧张局势正在重新升温。董军此次缺席论坛，是中共6年来首次不派国防部长参与，这其中一定有他的考量。而参与论坛的其他各国都会派国防部长、高级军事官员和外交官出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于5月28号启程前往新加坡。出发前，他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告诉记者，印太从一开始就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我们将继续如此。我们将前往新加坡举行一系列会议，以确保该地区理解美国将保持强大。我们不想与任何人发生冲突，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但我们会阻止这种冲突。我们将坚定捍卫我们的利益，这正是此行的重要意义所在。据悉，美国将派出多年来最强大的代表团，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和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缪塞尔·帕帕罗上将。近几个月来，美中军事关系恶化，两国在拜登政府时期建立的一些军事对话管道，自川普上任以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根据美国国防部信息，防长赫格塞斯5月31号在论坛上将就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国防政策首次发表长篇演讲。美国的亚洲盟友密切关注他的演讲，以了解川普政府如何看待中共军事现代化的威胁，以及在东亚和东南亚争议海域的紧张局势。赫格塞斯将试图说服亚洲盟友，华盛顿是比北京更好的合作伙伴。赫格塞斯继上任以来，承诺要从中共手中夺回巴拿马运河，并称日本在应对中共在东亚地区的军事侵略方面的作用不可或缺。在南海，中共和菲律宾持续发生海上争端，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也宣称对南海9段线内领域拥有主权。近期，韩国和日本还公开表达了对中共在黄海和东海建造军事设施和扩展军事存在感到担忧。在这样的情势下，董金缺席香格里拉峰会，意味着中美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将错失高层军事对话窗口，中方也将错失与包括澳大利亚、日本等国与会代表会面的机会。中共近年来更倾向于举办自己的香山论坛，在家门口可能更有底气，也更好控制。该论坛通常由中共国防部长开幕，邀请世界各国的军事官员参加，美方一般只派出较低层级的代表。美国驻新加坡临时代办凯西梅斯表示，香格里拉对话是一个极好的平台，可以在该地区开展军事外交，分享挑战观点。对中共而言，在川普政府对中强硬，特别是川普的国防部长演讲将直指中共的地缘霸权和军事威胁的情况下，他可能更想选择回避，以免发生难堪和无力招架，也可能在眼下高层混乱的内部窘境下，他失去了军事外交应对的妥帖策略，还可能存在对董金在复杂强硬局面下的信任问题，别像何立峰在中美谈判上那样不合时宜。因此，派出一个学术代表团总比防长不得方寸来得更利于规避风险，这可能是中南海眼下的权宜之计。新加坡香格里拉峰会周末上演，届时将会有哪些亮点瞬间，我们来继续关注。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